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Pony 聊天时间，我是小夏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麦麦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，我一听就开心。哈哈，是不是又和吃的有关？当然，我最喜欢的就是吃的主题。那你肯定猜得出来，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麦当劳。哇，太好了吧，我最喜欢的快餐。一想到那个味道，我的肚子都开始叫了。哈哈，我也是。其实麦当劳在中国真的很普遍，很多人从小就喜欢吃。那今天我们就用麦当劳这个主题，一边聊天，一边看看在麦当劳常用的中文表达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从点餐开始吧，因为每次去麦当劳，第一件事就是点餐嘛。对，你走进麦当劳，工作人员一般会问你：你好，请问您要点什么？点什么就是你想要什么，对不对？对的，点餐的意思就是点吃的，点食物。比如你可以说：你好，我要一个汉堡和一杯饮料。那如果我想要一个套餐，可以说我要一个套餐吗？当然可以，套餐就是几样东西放在一起，比如一个汉堡、一杯饮料和一份薯条。如果你只要汉堡和饮料，也可以说我想要一个汉堡和一杯饮料，都没问题。有时候我不太想喝冷的饮料，我可以怎么说？你可以说我的饮料不要冰，不要冰意思就是不要加冰块。在中国，这句话特别常用。那如果我只想放一点冰，可以说少冰吗？可以啊，少冰就是冰块放少一点。其实在很多饮料店也可以这么说。明白了，那我还想问一句，如果我想把食物带走，不在店里吃，该怎么说？这个时候你可以说，请问可以打包吗？打包的意思是把吃的装进袋子里带走。哦，那我还听说有人说带走。对，带走和打包的意思差不多。有时候工作人员会问你，堂食还是打包？堂食就是在店里吃，而打包就是带走。那我可以回答打包带走，谢谢，对吧？没错，这样说非常自然。那我想点一个麦辣鸡腿堡套餐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麦辣鸡腿堡这个名字挺有意思，麦是麦当劳的麦，辣就是辣味儿，鸡腿堡就是鸡腿做的汉堡，所以麦辣鸡腿堡就是辣味鸡腿汉堡。原来是这样，听起来挺有意思的。那我要再加一份薯条。你可以说我要一个中份薯条。份这个词就是一个量，在餐厅里很常用，比如小份、中份、大份表示大小。那我想要大的薯条，就可以说大份薯条。对，没错。另外，麦当劳的薯条一般会配番茄酱，番茄酱就是红红的，用来蘸薯条的酱。我超爱那个酱，一口薯条，一点酱，完美组合。哈哈，听起来你真是老顾客了。有时候我听工作人员说请稍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请稍等就是请你等一会儿，稍是少一点的意思，所以稍等就是等一下。比如工作人员在准备你的餐，他就会说请稍等。那我可以回答好的，谢谢。对，这样最自然。那我们今天的点餐部分就到这里。那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在麦当劳吃饭的时候可以听到、可以说的一些中文表达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座位，有时候人太多，真的很难找到位置。是啊，尤其是中午或者周末的时候，你可以对别人说，请问这个座位有人吗？对，这句话真的很好用，座位就是可以坐的地方，对吧？对，坐是坐的意思，位是位置的意思，所以座位就是坐的地方。如果别人回答没有人，那你就可以坐下了。那如果我先放个包在椅子上，别人看到就不会坐了，这个是不是叫占座？对，就是占座。占就是先拿先放的意思，占座就是先放东西，表示这个位置已经有人了。很多人会用包或者纸巾来占座。哈哈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纸巾放在桌上，还以为他忘了拿，后来才知道是占座。对，在中国的快餐店里，这种方式特别常见。好，那找到座位以后，
我一般会先去拿纸巾、吸管和番茄酱。纸巾就是擦嘴擦手的那种纸，吸管就是喝饮料用的小管子，番茄酱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红红的酱，用来蘸薯条。对，我最喜欢番茄酱，每次都要多拿几包。哈哈，我也是。麦当劳有时候也会提供番茄酱包，这个包就是一小袋的意思。对，每次撕开酱包都要小心，不然一不小心酱就会喷出来。是的，特别容易弄到衣服上。吃饭的时候，我听到过服务员说请慢用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请慢用是很礼貌的一句话，它的意思是请慢慢吃，也可以理解成祝你吃得开心。在餐厅里，工作人员上菜的时候经常会说这句话。那我可以回答谢谢就行了，对吗？对，微笑着说谢谢就很好。那吃完以后，我发现麦当劳的顾客都自己把垃圾拿去扔，这个习惯真不错。是的，其实很多快餐店都是这样。吃完以后我们会收拾桌子，收拾就是把东西整理好，比如收拾垃圾、收拾包。对，还有打扫，这个词我也经常听到。对，打扫是让地方变干净。工作人员会说我来打扫一下，意思是我来清理一下桌子。那我看有些桌子上写着请保持清洁。保持就是让它继续这样，清洁就是干净。所以请保持清洁就是请让桌子保持干净。明白了，就是吃完饭以后要把垃圾收好，让别人也能用干净的桌子。对，这样大家吃饭的环境就更舒服。对了，小夏，我有个问题，有时候我吃汉堡会掉很多小碎屑，中文有一个词好像专门说这个，对不对？哈哈，你说的应该是掉渣。渣就是很小的小碎屑，比如面包掉下来的小块。掉渣就是这些小块掉在桌子上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有时候我喝饮料太急，会呛到，这个呛到是什么意思？呛到就是水或者食物进到喉咙里不太舒服的那种感觉，比如说话的时候喝水就容易呛到。哈哈，我经常这样，尤其是笑的时候喝饮料。对，这种时候别人也会关心的说你没事吧？我每次都咳半天，哈哈。那下次要慢一点，慢慢喝。其实我觉得麦当劳的用餐环境挺舒服的，有空调，有音乐，气氛也轻松。对啊，很多人也喜欢在那里学习聊天。刚才我们聊了在麦当劳吃饭时候的各种表达，接下来要聊的就是吃不完的时候该怎么办。呵呵，对，就是打包。对，有时候我点太多了，吃不完就会想打包带回家。那在麦当劳要怎么说呢？其实很简单，你可以对工作人员说，请帮我打包一下。打包就是把吃的装进袋子里带走。对，这个我经常听到。那外卖和打包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问题很好。打包一般是你在店里吃，但吃不完要带走。外卖是你不去店里吃，让人把食物送过来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打包是从店里带走，外卖是送到家里。对，区别就在这里。那我在麦当劳柜台点餐的时候，工作人员经常问我，堂食还是打包？堂食是什么意思？堂食就是在店里吃，堂这里的意思是大厅，堂食就是在大厅里吃饭。那如果我说打包，他们就会帮我装在袋子里，对吗？对的，他们会把你的食物装进袋子，然后给你吸管、纸巾，还有打包袋。那如果我要点外卖呢？我在网上点餐的时候应该怎么说？网上点外卖时，你可以说我要点外卖，或者我叫了外卖。叫外卖的意思是下单，让别人送过来。对，比如我在手机上点麦当劳，我可以说我在手机上点了外卖。没错，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做，特别是工作很忙的时候，外卖真的很方便。那送餐的人到了以后，我要怎么说？一般他们会打电话或者发消息说我到了，你可以回复好的，谢谢。有时候他们会说麻烦您下来取一下，意思是请您到楼下拿一下餐。麻烦这个词在中文里真的很好用，听起来礼貌，又不会太正式。对，麻烦就是请别人帮忙的时候用的词，比如
麻烦帮我打包一下，麻烦您开一下门，都很自然。我发现有时候我点外卖，送餐员会打电话问，你方便接一下吗？这里的方便是什么意思？方便就是是不是可以，是不是合适的意思。比如，你方便说话吗？你方便现在出来拿一下吗？这都是很礼貌的问法。原来如此。对，比如方便也可以表示容易，像地铁很方便，意思是坐地铁很容易，很方便出行。对了，有时候我发现麦当劳的打包袋上会写外带，这个外带和打包是不是一样？基本一样，外带也是带走吃的意思，只是外带这个词在快餐店里更常见，打包在餐厅、饭店里更常听到。比如点咖啡的时候，店员会问，您要外带吗？你就可以回答，是的，我要外带。我有一次点外卖的时候，送餐员把饮料打翻了，他很不好意思。我说没关系，这个表达是不是很常见？是的，很常见。没关系，就是没事，不要紧。比如别人迟到了，打翻了饮料，走错路了，你都可以说没关系。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如果外卖送得太慢，我可以说外卖还没到吗？当然可以，还没到就是现在还没有来。比如外卖还没到，朋友还没来，电影还没开始。那我可以说快到了吗？可以，快到了，就是很快就会来。比如外卖快到了，我快到了，下雨快停了，都很常用。刚刚我们聊完了打包和外卖，现在要说说我最感兴趣的部分，优惠。哈哈，麦麦一听到优惠就精神了。那你说说看，你平时在麦当劳会怎么点餐？我一般先看套餐，因为套餐比单点要便宜。对的，套餐就是把几个食物放在一起卖的组合，通常比你一个一个点更便宜。对，我每次都选套餐。我还经常看到有超值套餐这个词，超值是什么意思？超值就是非常划算的意思，超是超过，值是价值，所以超值就是比它的价格更值得。原来是这个意思，怪不得大家都喜欢点超值套餐，就是花更少的钱，吃更多的东西。对，这就是优惠的感觉。那优惠这个词，我其实听得挺多，像优惠券、优惠活动，优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优惠就是价格比平时更便宜。比如麦当劳有活动，汉堡原价20块，现在只要15块，这就是有优惠。那优惠券呢？优惠券就是一张能让你买的更便宜的券，可以是纸的，也可以是手机上的。你在点餐的时候出示它，就能享受优惠。我每次在手机上看到领取优惠券，点一下就能便宜几块钱。对，这种电子优惠券现在特别多，很多人会先看有没有优惠，再决定点什么。哈哈，没错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那你有没有听过会员这个词？当然有啊，麦当劳不是也有会员日吗？对，会员就是注册了、加入了的人。比如你在麦当劳的 App 上注册了账号，你就是麦当劳的会员。那会员日就是会员有特别的优惠，对吧？对，比如星期三是会员日，会员买饮料半价或者送薯条。哈哈，我最喜欢这种活动了。那我还看到有积分，这个词是什么意思？积分就是买东西后得到的分数，你买的越多，积分就越高。有时候可以用积分换食物或者礼物。对，我上次就用积分换了一杯冰淇淋。哈哈，那你已经是老会员了，一定经常用会员卡。哈哈，我有很多会员卡，比如便利店也有会员卡。对，会员卡就是给会员用的卡，有时候是手机上的电子卡，买东西的时候出示就能得到优惠或积分。那扫码是不是也是现在点餐常用的词？对，扫码就是用手机扫描二维码，比如你想点餐、领优惠券或者付款，都可以用扫码的方式。这个词真的太常听到了，现在好像不扫码都点不了餐。对，中国的餐饮行业现在都特别智能，扫码点餐、扫码支付、扫码领券，这几个词几乎每天都能听到。对了，我前几天看到麦当劳的点餐屏上有自助点餐这个词，
自助是自己做的意思吗？对，自助就是自己来，自助点餐就是不用去柜台，自己在机器上点餐付款。我第一次用的时候觉得特别新奇，还可以自己选要不要冰，要不要加薯条。对，这就是自助的方便。自助这个词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，比如自助餐，意思就是自己去拿食物的餐厅。原来自助餐的自助也是同一个意思，太好记了。前面我们讲了点餐、用餐、打包、外卖、优惠，现在我们来聊聊麦当劳在中国的特别地方。对，其实很多外国朋友第一次来中国，看到麦当劳会觉得很熟悉，但仔细一看又会发现中国的麦当劳和他们国家的不太一样。对呀，我朋友第一次来中国，看到菜单上的套餐，整个人都惊讶了。中国的麦当劳真的很有中国味。中国的麦当劳喜欢推出一些特别口味的汉堡，比如川辣鸡腿堡、黑椒牛堡，还有板烧鸡腿堡。对，这些口味都带有一点中国的味道，比如川辣就是四川的辣味，板烧就是在铁板上烤的意思，所以板烧鸡腿堡就是用铁板烤的鸡腿汉堡。原来是这样，我之前还以为板烧是个特别的牌子名字。哈哈，不是牌子，它是一种做法的名字。我还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，中国人去麦当劳不一定只是为了吃饭，很多人是去那里休息、学习、聊天。对，尤其是学生，很多学生会拿着电脑书，点一杯饮料，在那里学习一下午。对，我上次去麦当劳就看到好几个人在写作业，我觉得气氛还挺舒服的。对，麦当劳的环境干净、安静，有空调，有音乐，而且你点一杯饮料就能坐很久，这在中国特别常见。对，好像变成了麦当劳自习室。哈哈，真的，有些人还管这种地方叫麦当劳图书馆。麦当劳图书馆，这个说法太有意思了。对，它不是正式的图书馆，但人们会开玩笑的这么说，意思就是在麦当劳学习、写作业。对了，我还发现中国的麦当劳节日气氛特别浓，像春节、儿童节、圣诞节，他们都会有特别的活动。对，尤其是春节的时候，麦当劳会推出新春限定套餐。限定的意思是只有在这个时间才有。对，我记得去年有辣味鸡翅套餐，包装上还有红色的灯笼图案。对，中国人很喜欢红色，因为红色代表好运和喜庆，所以春节的时候连麦当劳都会装饰成红红的样子。还有我最喜欢的中秋节月饼，虽然不是麦当劳的，但我在麦当劳旁边吃汉堡的时候，看到他们的广告也会写祝中秋快乐。哈哈，对，中国的节日气氛很强，所以很多外国品牌在中国都会入乡随俗。入乡随俗的意思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就跟着当地的习惯做。这个词我喜欢，入乡随俗。对，这也是为什么麦当劳能在中国受欢迎。它不仅是外国的快餐，也变成了很多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。对，像我们刚刚说的，学生去那里学习，朋友去那里聊天，甚至有的家庭周末也会去那儿当做放松时间。对，但有时候爸爸妈妈带孩子去麦当劳，就是一种小奖励。比如孩子考试考得好，爸爸妈妈会说，走，去麦当劳。哈哈，我小时候就是这样，每次考得好，妈妈就带我去吃薯条，那时候觉得特别幸福。对，所以很多人一提到麦当劳，脑子里不仅想到吃，还会想到一种开心的感觉。对，有点像童年的味道。对，这就是回忆的味道。我发现中国人有时候说去麦当劳坐一会儿，其实不一定真的吃。坐一会儿就是休息一下、待一会儿的意思。比如我们去咖啡店坐一会儿，去麦当劳坐一会儿，意思都是去那儿聊聊天，歇一歇。对，有时候朋友约我说咱们去麦当劳坐坐，其实就是想聊聊天。对，麦当劳在中国早就不只是吃饭的地方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、见朋友、聊天的空间。我觉得今天聊的真的很有意思，从最开始的点餐，到打包、外卖、优惠，再到文化。听完这一期，
大家不但能学中文，还更了解中国的生活方式了。对，但我们在学语言的时候，其实也在学一种文化。比如麦当劳这个话题，就能看到中国人快节奏，但又喜欢放松的生活习惯。对，然后一边吃汉堡，一边练中文，多开心呀！哈哈哈，对，吃饭学中文聊生活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我们下期见。